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可能会让你对未来整个改观的概念。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穷尽一生才能看到的科学进步，在未来可能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全部发生，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听起来超像科幻电影，对吧？但它可能就是 AI 正在为我们打造的现实。AI 巨头 Anthropic 他们就丢出了一个词，我觉得非常贴切，叫做被压缩的21世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以前那些科学家要花几十年才能搞定的突破，像是什么基因编辑、新材料发现啊，未来可能在几年内就爆炸性的发生。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加速了，这根本是把整个时间的维度给它压扁，再重新定义。好，我们来想得更具体一点。如果过去10年我们在癌症治疗、干净能源、太空探索上所有的进步，现在1年之内就全部搞定，你想想看，我们的社会、经济，甚至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看法会被颠覆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要探讨的核心。而这一切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东西 ：AI。其实啊，这个 AI 压缩世纪的迹象早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现在顶尖的 AI 已经可以帮助数学家找到人类几百年都没想到的新证明，或者它可以帮生物学家在以前要花好几年才能分析完的上百万个细胞数据里面，很快就抓出关键的基因功能。以前这种是要一个超大的研究团队烧掉超多经费才办得到，但现在可能一个顶尖的科学家配上一个够力的 AI 就够了，这根本是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游戏规则。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根本的转变，就是我们正从过去的计算时代跨进一个全新的认知时代。这个转变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以前的电脑，它就像一个超级计算机，你给它指令，它就帮你光速算数学，但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算什么。可是现在的 AI 不一样，它更像一个刚进实验室、潜力无限的研究助理。它不只会算，它还能帮你看论文、提假设、设计实验。它开始处理需要思考跟推理的任务了。这两者根本是不同物种。所以这个从计算到认知的转变，直接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很多以前要博士等级训练好几年才能做的工作，像是设计药物分子做材料科学模拟现在用 AI 来做，又快又便宜这对于所有顶尖的知识工作者来说，不管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分析师，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OK， 这就让我们来到一个很微妙的阶段，有人把它叫做 AI 研究员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但可能非常非常短暂的蜜月期。在这个时代里，人类跟 AI 之间形成一种很奇妙的共生关系。我们既是伙伴，但也是潜在的对手。有一位拿过数学界诺贝尔奖，也就是菲尔兹奖的大师 Timothy Gowers， 他用一句话把现在这个状况描述得超精准。他说：“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短暂而愉快的时代。”我们的研究被 AI 大大加速，但 AI 仍然需要我们。这句话完全点出了现在人机协作那种又微妙又关键的平衡。现在的 AI 就像一个超级聪明，但偶尔会出大包的实习生。它一方面很神，可以帮你找到连专家都想不到的证明，处理你一辈子也看不完的数据。但另一方面，它又会犯一些让你傻眼的错，比方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产生幻觉，或者是在一个你觉得超简单的问题上卡住。有时候为了讨好你，它还会一直附和你，让你搞不清楚它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所以它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资深的导师，也就是我们人类研究员，来盯着它、指导它、修正它的方向。这引发了另一个思考，这项技术转变绝对不是换个工具这么简单而已，它正在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科学界的社会结构，然后向我们丢出了3个非常深刻的大哉问。第一个问题，你想想看，以前研究生要做的那些基础工作，什么整理数据、跑模拟，现在 AI 一键就能搞定。那我们要怎么培养下一代的研究员？这就像一个厨师学徒，如果他从来不用洗菜切菜，他真的能变成独当一面的大厨吗？以前那种从打基础开始的师徒制，未来还行得通吗？第二个问题，这个更严重，信任。
当 AI 变成产出科学论文的核心主力时，我们要怎么维持学术的可信度？如果 AI 写的论文铺天盖地而来，里面还混着一些他自己脑补出来的数据，我们要怎么确保科学的严谨跟真实？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可能会引发整个学术界的信任危机。第三也是最扎心的一个问题，当科学家的主要工作不再是亲自动手去执行实验，而是变成在管理一群 AI 研究助理的时候，科学家这个身份它的意义到底还剩下什么？这不只是工作内容改变而已，这是对科学家这个角色本质的重新定义。讲了这么多挑战，那该怎么办？AI 巨头 Anthropic 他们自己也没闲着，他们最近就弄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部落格，目的就是想为所有在这个未知领域里面摸索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份导详地图。这个部落格主要提供3样东西。第一是专题报道，让你知道 AI 在真实的科学突破里是怎么帮上忙的。第二是工作流程，给你那种可以直接上手的实用指南，教你怎么把 AI 整合到自己的研究里。最后是田野笔记，帮你快速跟上圈内最新的工具成果，还有哪些问题还没解决。当然啦，除了写部落格 ，Anthropic 也正在用很多实际的行动来推动这场变革。他们不只提供 API 资源给科学家，还直接跟生技制药公司合作，甚至砸了好几10亿美元去搞一些超大的计划。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玩真的，是全面压注在这条用 AI 加速科学的赛道上。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今天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典范转移，从过去由人类主导计算的世界，跳到一个由人类来监督认知的全新时代。这不只是工具升级，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权力转移。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在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能力，可能已经不是你脑袋里记了多少知识，而是你能不能向你的 AI 伙伴问出一个真正有深度、有洞见的好问题。你的角色会从一个动手做的执行者，变成一个运筹帷幄的认知管理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你准备好了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